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？一个人走在昏暗的走廊，忽然背后凉飕飕的，仿佛有人盯住你看。又或者半夜醒来，房间里好像有什么影子一闪而过，你明明一个人住啊。很多人会说那是幽灵，可问题是科学怎么看这种事呢？我们先从人类的大脑说起。大脑是个超级故事机器，它不喜欢空白。当感官收到的讯息不完整，脑子会自动补上缺的那部分，哪怕它根本不存在。这就是为什么有时你在雾里看见一团黑影，就觉得它在移动，或者夜里听到楼上的咚一声，就脑补成有人在走路。更妙的是，恐惧会放大这个效果。心理学上有个叫期望效应的东西，你越觉得这地方闹鬼，你就越可能看到鬼。这不是因为鬼真的出现，而是因为你的大脑提前为你准备好了剧本。除了心理，还有生理，比如碳氧中毒。在封闭老旧的房子里，如果一氧化碳浓度升高，人会头晕、视线模糊，甚至产生幻觉。有历史记录显示，很多闹鬼案件最后发现是暖炉漏气造成的。再比如低频声波，人耳一般听不到20赫兹以下的声音，但低频会让人感到不安，心跳加快，甚至看见不存在的东西。有实验室测试过，把人放在低频环境中，很多受试者说感觉有东西在身边，结果一检查只是空气震动而已。还有光影的把戏，我们的视觉系统有很多漏洞，光线昏暗，边缘模糊，快速移动的影子都会被错误解读成生物形态，特别是在烛光、月光或老式灯泡下，阴影的形状和长度会不断变化，让人觉得它活了。那为什么这些现象总被解读成幽灵呢？这就牵涉到文化了。几乎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的鬼故事，从中国的女鬼到欧洲的白衣女士，再到日本的怨灵，这些故事像一面面文化的镜子，把不明现象映射成特定的形象。所以当我们感觉到怪事时，大脑会自动用熟悉的形象去套用，于是幽灵就出现了。但科学解释并不等于扫兴，其实这些现象背后藏着更有趣的东西，它们让我们看到人类的感知系统有多复杂，让我们意识到大脑并不是客观的录影机，而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导演。也许真正的闹鬼并不是外面的世界，而是我们脑海里的那片未知领域。所以下次你半夜听到奇怪的声音，不妨先检查一下窗户、暖炉，或者看看是不是猫打翻了什么东西。当然，如果你仍然想相信那是一个幽灵，也没什么不好，因为有时候神秘感本身就是人类生活的一种调味料。毕竟完全没有谜团的世界，可能比闹鬼的房子更无聊。想象一下，也许真正的科学和鬼故事其实是在同一条路上，一边是探照灯照亮黑暗，另一边是隐隐绰绰的未知，让我们继续往前走。而最精彩的往往就藏在光与影交界的那一瞬间。